有。好，带你掌握住世界的趋势。我们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来持续的关心中日之间的发展哦。好，大家应该觉得说啊，中日因为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吵了1个多月的时间，有完没完啊？其实告诉观众朋友，还真的没完没了哦。因为我们看到了，连日本国内的政坛还是持续的在发烧当中。好，不过我们要先看到的是哦，这第一个快讯，也就是呢，日本哦，在刚刚发布的一个快讯说，有一架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静冈上空疑似被雷射光束击中。好，那大家就想到啦，这个月6号的时候，不是日本也批这个中方的战机有用雷射来照他们。好，但是这个讯息我们有回去查，并没有讲说是哪一个国家或是什么样子的部分。但是这样的新闻确实也引发了说，是不是中日又有一些紧张情绪？好，那确实王毅现在也对高市早苗再次喊话他说啊，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现职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面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他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以所谓的存亡事态来当幌子，然后悍然的对外来发动侵略战争。他说这个历史教训是绝对不能重演的。好，那也包含的是安理会中方跟日方也是持续的交锋。那像是中国的副代表孙磊，他就特别讲到面对中方多次的质问，日方官员都使用立场没有变化来敷衍搪塞。那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在2战胜利80周年做出一系列错误言行。那这也让我们如何相信日方能够恪守走和平道路的承诺呢？好，你看看中方其实现在对高市早苗持续是用喊话的方式，但是高市早苗他们的立场看起来是没有按照中方想要的这个收回错误言论。但问题就在高市早苗他现在在国会的质询上面也被认为还是有一些退缩。我们来看也就是呢广田一他有特别问到了高市早苗，说既然存立危机事态的法律前提就是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发生武力攻击，那么高市当时所设定的对象是不是就有包含台湾？好，要求首相要正面的来进行回答。好，我们就来看高市说什么。他是特别讲，日本政府并未事前的特定哪些国家属于关系密切的他国，是否构成存立危机事态，必须在武力攻击实际发生之后，由政府综合所有的情报做出了判断。好，所以大家就认为高市现在是非常的 taco， 非常的丢避免再讲台湾有事或者是避免讲说台湾是关系密切的他国。好，那我们也看到高市最近在国内依旧是高人气。好，他们有讲他们最新推出了海报，哇，这海报有左边的白色版跟右边的红色版。好，那说首刷就创下了32万张是10年来的最高纪录。好，但是大家发现吗？这个海报上面写的是让日本列岛强大而富足，所以很多人说怎么有一点让日本再次伟大的既视感。那甚至呢，现在也看到他们国内的政坛发烧就在这部分，也就是呢被质询涉台言论高市早苗遭嘘声，而且还有起立抗议。怎么回事原来是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面，当然还是围绕着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那国会的辩论异常的混乱，甚至还出现了3次中断电视直播的声音，这些罕见的场面，那累积是中断了238秒。好，那高市早苗也遭到立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广田一3次的质询。那高市每一次回答都引发在野党的议员我们可以看到是嘘声或是起立抗议。好，那另外呢，大家也发现说，这阵子一直帮高市早苗这个画虾的就是小泉进次郎，他在这个国会场合也是企图要为高市来帮腔。
好，结果我们来看哦，他状况是什么？但小泉进次郎因为他表态又支支吾吾的，所以在野党的议员哦又强烈的嘘声，也抗议了他，就他只好作罢，交由高市早苗自己来回答。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日本国内哦，这个国会上面哦，其实对于涉台言论也没完没了嘛，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呢？好，那有日本的议员，他是参议员奥田福美代，他也特别批评到了自民党。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批高市。主権者の皆さん、女性初の総理だからといって絶対に騙さ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だって誰がなったって自民党、裏金泥棒した犯罪者が8人も閣僚に紛れ込んでる、それが自民党、高市政治です。6割の市民が生活苦しいのに、市民にはたったお米券3000円だけ配って、とことん市民に金を出し渋り、その一方、アメリカには桁違いの投資、そして野党も野党ですよ、皆さん。好，现在执政党也被质疑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要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哦。也就是呢，根据现在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用指南，日本向其他国家出口的防卫装备原则上是只限于救援、运输等5种以这个后勤用途为主的武器类型。但是日本经济新闻就说啊，一旦废除了上述5种类型的限制，日本武器出口的范围就可以全面的来开放，杀伤器的装备也可能被纳入其中，这引发了蛮多的批评。好，那现在日本右翼政客也正将日本的经济推入泥沼吗？因为最近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破坏了中日的关系嘛，那性质被认为极为恶劣。好，这个是陆方的报道。好说原本疲弱的日本经济现在看起来是雪上加霜。那确实日本通膨现在非常厉害。我们来看到数据显示，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物价已经升幅连续3年半超过央行预期的目标，国民生活成本被说随时会左右日本政治格局的程度。那甚至有日本网友也 po 文啊，他发现说啊，一个超便宜的鲑鱼饭团现在要235日元，那不久前是100日元不是吗？就有人翻在5月的时候是199日元，但是半年之内这个通膨率高达18%。好，那很关心也有是熊猫的部分，日本人预约参观大熊猫，就官网一度崩溃，就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参观这个熊猫首日4800个名额已经售罄。好，也就是因为旅居日本东京的2只大熊猫在1月就要回到中国，所以消息发布之后，日本民众纷纷赶快来抢票，希望能赶快再看看这2只大熊猫，否则他们认为之后是没机会了。好，我们一开始还是看到了这个目前中日之间的情绪还是蛮猛烈。我们先问解大师。对，其实目前在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大陆跟日本关系啊，毫无缓解的迹象。因为大陆一开始就提出来要日本这个高市早苗收回错误言论，然后纠错然后认错纠偏。到目前为止，就跟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副常任代表孙磊说的，日本的立场没有变化日本的事实上他一直说他立场没有变化，这个是一个大陆认为是一个敷衍搪塞。那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中国大陆认定一系列的错误言论，日本根本就等于说充耳不闻，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回应。在这个情况之下，中日关系长期陷入怎么样对抗，然后呢全面的怎么下降，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事实上的话，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也准备跟日本方面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抗争了。那因为高市早苗每一次讲话呢，事实上有一点越描越黑的问题，一个状况。2天以前，这个日本的反对党这个议员在国会质询高市早苗说：“你们对台湾的这个立场是什么？”日本的立场，他说：“日本的立场是希望和平对话解决两岸问题。”那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极严重的语病，为什么呢？国际社会是希望这样子对话和平解决，它是意识前面有一个谁，主持是谁？是两岸和平对话解决，不是日本跟中国大陆对话和平来解决。所以高市早苗，我觉得他不晓得是无意的显露出日本其实认为台海的问题是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如果确实是如此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严重。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尤其国台办还有他好几个重要的政府官都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政府没有权利干涉或自舵。那可是高市早苗这个说法就出现一个大问题。另外也是在国会前2天，日本的国会议员反对党也明确的问他说你说的所谓的危机存亡，他说是说他国跟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他用国，因为这个是在，然后高市早苗并没有说台湾是不是国，然后他就直接回答，他说所谓他国是如何如何，这个要看个别事态来决定，所以他在前提上就用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这么强硬？最主要你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日本的国内的舆论对于他这次对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挑衅式发言，日本的民间的反应是很正面的。这也就是说，其实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它的这个对于台海问题的看法，还有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目前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像高市早苗这样的言论。那会不会改变？那就要看双方的关系未来比较中长期的发展如何。那日本比较趋于弱势的就是中国大陆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所谓的海外市场，那么1年有大概1500亿左右的这个销售额。那对中国大陆而言，日本只是中国大陆排名第5的这个海外市场，那么占它整个的这个外销的比例要非常的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论手中的牌来讲，中国大陆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大陆会跟日本打长期的对抗我觉得它是比较有底气的。好，文琦哥怎么看？我是想说，从我们的就是这个背板来看我觉得不能够说，就是日本是不是有点，如果我们有念过书啦，记不记得以前在中国大陆的7.7抗战，他们也是借口说有一个士兵不见了，所以要进宛平县。所以当我看到的是在日本本土的静冈县，他现在又在讲说有被雷射光照术，这样开始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日本人似乎又在复制贴上过往的那种，我觉得军国主义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日本的清华的总舰队，也许等一下问一下我们吕律师吕大哥，以前我如果没记错叫搜狗。其实搜狗是清华总舰队的一个代表，到现在都在文化侵略。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为什么开个玩笑大使之所以为大使，就是那个文字，外交官用的文字必须非常的精准，甚至有艺术、有智慧。所以确实，刚刚在讲说所谓的他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的团队乃至于他本人都有一些状况，就是似乎还没有到达那个可以承担这个位置。然后我们除了讲高市早苗，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导播 take 一下，之前日本高市早苗最早被富比士说哇，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第3个所谓的这种所谓有影响力的一个首相，可是他欠缺，最近日媒说他欠缺了日本首相的一些特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人家说他欠缺日本首相的特质。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自民党的一个资深议员，简单讲，他不太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议员或许无妨，但若是作为首相，这样的作风必然会被抓到把柄，尤其在中日的关系上面。所以你看到了高市早苗，我觉得当你做了首相，进了厨房以后，你就开始被检验。在高市早苗，我提醒大家，还没有当首相之前，岸田文雄他的前长官说他是塔利班高市。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了一个社民党的主席叫福岛瑞穗，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他说高市早苗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她对于男女平权的议题一点意识都没有。换言之，我认为高市早苗所谓的高人气，我必须这样。刚包括我们看到说有所谓的32张，我想说阿弥陀佛，会不会变成我们的87万张？它是不是？各位如果特别记得的话，
泽伦斯基在刚开始乌俄战争刚开始爆发的时候，那个名气有多么的高。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如果有读书、有读历史的故事，他去了解这些，他现在的高人气是建立在还没有被完全验证哦。我不能够说他有蜜月期，可是他的蜜月期极短，所以我觉得最后如果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猫熊哈，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对中国而言，把猫熊放在某个国家，代表就是友好的象征。那这一次这2只熊猫要被要回去，我认为对于日本人民乃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困顿，高市早苗很可能即将要露馅。我觉得他是他自己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底气所在。好，舰长怎么看？有关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静冈上空被这个雷射光束击中那个请不用怀疑解放军跟解放军一定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都没有发布任何在日本南方海域的有解放军的舰艇的话，不要随便乱开枪，然后就说是跟中国大陆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能说我隔壁的胡先生昨天在这个便利超商吃了那个便当拉肚子，那我今天我吃了也一定拉肚子，就是那个便利超商，是这样吗？其实我可能只是受了风寒而已所以不要乱讲话。那饭可以多吃，吃完顶多跟我一样变胖而已，但是话绝对不能乱讲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3原则的部分其实包含了救援、运输、警戒、监视跟扫雷，其实不含攻击性的武器。那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想到要解禁了呢？那其实跟日本开始想要对外输出装备有关。对外输出什么装备？第一个，他对澳洲输出这个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那最上级的护卫舰呢，其实在日本现在使用的是没有垂直发射系统的，但是它未来要卖给澳大利亚的是有的。那另外，也就是它要提供给菲律宾所使用的R5卫级。那R5卫级的话，那虽然有一种说法啦，说它是日本最早使用的这一个具有逆中造型的，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这样子垂直臂逆中吗？那但是日本现在要将它汰除了，因为日本慢慢的都用最上级来那个替代的时候，它要将这个旧的舰艇进行汰除，然后根据美国的一个集体集体威慑的一个构想，它就要给菲律宾。那它要给菲律宾的话，其实也是与我们刚刚讲到的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3原则是有关系的那至于说日本现在呢，我们看到日本的议员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广田一他其实是给你高市早苗一个台阶下你不下没关系，你不下，慢慢的我们讲到说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是日本的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那它是中国是第2大的出口以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如果你现在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不掌握，接下来人民就得过苦日子。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接下来回到美国内部来看因为他们现在对于军队要进行大整顿这是美国国防部发起的。好，那当然有人认为这是要强化国防部长对军事的直接掌握。好，我们来看怎么整顿也就是五角大厦要准备军事重组的计划。那这个制定就是由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所提出的军队重组计划，那会减少4星上将的数量。那他也曾经下令将美国现役4星上将跟海军上将的数量至少要削减20%。好，所以这一直以来都是赫格塞斯的主张。但是呢，不只是4星上将的数量要减少，包含11个司令部也要减成8个。好，那这8个包含哪些呢？像是主要内容包含要降低美国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跟非洲司令部的级别，那要把它并入一个新成立的叫做
美国国际司令部。那负责西半球军事行动的美国南方司令部跟北方司令部也将进行重组。那这部分要合并成美国美洲司令部。确实这幅度做得蛮大改变的哈。好，我们看到美国网友说啊，像是美国目前正在跟乌克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但是欧洲司令部降级的计划就表示说啊，美国承诺要提供的任何安全保障都只是厕纸，也就是不会有什么保障啦，就是这样。好，那美国呢要做这个重大的军事重组啊，当然这个川普应该是知情啦，但国会不知道。好，所以五角大厦几乎没有向国会透露重组计划的细节，所以也让参众两院的军委会成员感到很不安。美国的国会要求详细要说明这次改革产生的成本还有影响，并且要在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加入相关的条款。那规定提交报告至少60天之后，国会才会拨付相关的一些资金跟因应。好，那现在看起来整个这个政局，美国这边也是相当的复杂，但是呢，也要看到华府是不是从印太地区正慢慢撤退这是目前很多人正在讨论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战略性的报告里头有这样子的讯息。好，但是美国的副国务卿胡克他则认为说，其实美国现在的策略重点是广泛型的援助，因为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说要推动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印太伙伴关系，所以目前的策略不是撤退，我们是在重新校正。好，那我们看到除了印太地区的部分其实南海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美国跟菲律宾确实在这边都在秀肌肉，因为呢，美菲在南海举行了代号海事合作活动的联合巡航。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就声明指出这是美菲第10次的联合海事巡航。那菲军是派了像是米格尔还有马尔瓦尔号的巡防舰，以及3架的 A-26攻击机，以及3架的 FA-50的战机等等。那美国海军则是有这个前斯勒斯维尔号的神盾巡洋舰，还有1架 MH-60R 的直升机，以及1架 P-8A 的巡逻机。好，但问题是美菲这样的秀肌肉，自然也会引发这个中方的一些关心跟关注。那现在也有人认为说这个美菲蓄意破坏2战之后建立的南海秩序，因为他们现在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抵近侦察，那以及以威慑还有战术演练的方式来进行穿梭，又有联合军演等动作，所以也使得中国跟美国之间在南海较劲则是逐渐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媒体呢也有特别讲到嘛，五角大厦的一些困境。好，甚至这个五角大厦的秘密文件不是也讲了吗？美军恐怕在台海冲突当中是居于一个劣势的状态。那其中这个也是引发我们国内政坛很多的讨论，因为不是说吗，美中交战的兵棋推演当中，美军是每次都输那华府智库更批评说，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其实他讲每次都输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你们亚洲要自己承担后果好，那美国国防部的优势简报秘密的这个文件报告里头就讲说中国也拥有大量的远程导弹、先进飞机，还有大型水面舰艇等武器，足以构成威胁。所以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当中，很可能处于一个重大的劣势。好，那我们再看过去美国一直自称说我是国际警察，但现在是不是变成了国际黑道？主要还是因为委内瑞拉的原因川普说委内瑞拉现在已经被南美洲历史上所有集结过最大无敌舰队都给包围了对他们造成的震撼将是前所未有。那要直到他们把先前从美国偷走的石油、土地还有其他资产全部归还为止。真的是在恐吓的味道蛮浓厚的。好，那确实现在濒临委内瑞拉家门嘛，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叫做千里达，它跟委内瑞拉只差这个15公里，就在它的东北方一个岛它是有宣布我们批准美国军机可以使用我们的机场，然后呢
协助美国军机来逼近委内瑞拉。好，那军事媒体发现啊，执行这个救援任务的美国直升机就被悄悄的调往了波多黎各，就显示美军集结完毕。接下来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就是箭在弦上。好，那美军呢在东太平洋又出手，我看到9月迄今累积攻击的是25艘的运毒船。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南方司令部贴出的影片，说证实了在赫格塞斯授权之下，在东太平洋区域针对3艘利用已知毒品贩运航线正在进行毒品运输船只进行了攻击，而且击杀了8名男性毒品的恐怖分子。不过针对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拒绝公开2次攻击运毒船的完整影片，他称这些都是机密。所以有人认为美国打委内瑞拉是不是有猫腻？那赫格塞斯看起来是顾左右而言他。好，那当然看到了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大整顿，确实让大家蛮震撼也蛮疑惑的。我们就先问介大使，这个美国到底是一个历史比较短浅的国家他应该看看这个古今中外很多历史这个任何的政权它要削藩的时候它都面临自己政权很大的一个内部的抵制。其实这个削藩这个广义的解释，像现在美国裁减25%的这个4星上将跟海军的上将基本上就是一种削藩的行为。这些4星上将或者海军上将不是像川普这些人一招只要选举得胜就铺得大位，就一下就跑到上面去就这个发号施令还有像现在我们这个台湾的目前的状况，你看很多这些做了部长的人，你还不晓得他以前是干过什么的，对，然后呢，这个开小吃店可以做这些疫苗生意，开这个鞋店可以做军火生意，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民主政治里面所以靠选举里面让很多怎么的没有那些实力没有任何攻击，没有任何贡献，就可以突然拿到很大的报赏。那这是民主政治。可是呢，在军队在公务体系里面，要升到4星上将，哇，那真的是难上加难人家没有一个是靠运气上去的，每一个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从这个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中间不能够出过任何重大的错误，然后呢，要得到层长官的这个肯定，才能够爬到那个位置。那你今天说削就削，这些人心里会服吗？所以就变成人家这个在那边从这些官校开始念，然后从中尉开始这样升到4星上将，你说砍就砍了，你凭什么？对不对？那你说你这 Hexas， 你连你在军队有打过几个仗？是你去砍别人的位置，所以这个东西我光不要说现实在现地的状况下，我一想这个作为的话就是很恐怖，就非常恐怖。你硬是要人家那4星上将每天跟你一样会做这个伏地挺身，然后你又练出来三角肌，好不好？背三角肌，那有什么意义呢？你 Hexas 你年轻对，你不让人家你身上刺了一大堆的青，里面还有这种极右团体的刺青，那这是可以许可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为是蛮危险的，只会为他的政府制造更大的问题，替美国这个国家也制造更大的问题，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好，我们先问舰长。如果说我们看了今年的9月那个时候，川普跟赫格塞斯召集了非常多美军的1星的，对不起，那个美军3星的以上的这些将军全部回到 Virginia 来开会，那还包含了这些士官督导长那当时大家觉得很疑惑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看法，那个也就是在9月27号我们的节目里头提出的，说他准备做军事事务革新。果不其然，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拿着这张手板讲说，其实他们在宣扬的战士精神只是一种说法，但是他们要做军事事务革新。那现在我们也是刚看到一个苗头，不过呢，就像刚刚大使讲的，你把人砍了，那下面的人那也会我们讲到嘛，唇亡齿寒那至于说现在在这一个
委内瑞拉的状况，我给大家看两个对话啊。现在这个对话呢，也就是美军他的一个贾森邓汉号的一个舰长他发送的，所以现在什么都录音啊，唯一不知道会录音的啊，大概只有日本啊。那他讲说，你们的意图是什么？根据我们的雷达显示，你离我们只有5海里，太近了。然后呢，他说我再说一次，你们的意图是什么？立刻改变。然后当然啦，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的舰长他也有回应啊，他下午好。然后呢，这个太阳在埃塞奎博河升起，这是有意义的。然后他讲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然后他最后讲的，他奉总统的马杜罗也是民调很高的啊。那他讲说马杜罗之命啊，告诉你别碰委内瑞拉。这就是我们讲到说现在他们的确是剑拔弩张。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一块啊。那这一块呢，其实跟它外海的石油是相关的。那至于美国为什么抢，其实美国不是突然起来抢的，也不是从川普突然想抢，美国想干这件事很久了。为什么？我拿出证明给大家看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是美国海军的研究院他出的一个期刊，叫做 Proceeding， 在2020那个时候还是拜登任内，他就讲到美国施掠的行为是合法的。他这里面讲到说海战法禁止美国进行施掠活动的这个说法，他说是一个误解。所以现在美国是真格的想要在海上来抢，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轻视这件事情。而且美国的国会的一个研究中心，它也有这个对于施掠许可证的发放，它其实也有开始进行研究啊。所以我们讲说美国啊准备开始当海盗，全世界都变成加勒比海。好，文琦哥怎么看？没有，简单讲，你不要听赫格塞斯讲些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讲什么真的都不重要，有点像我们台湾讲的3岁的小孩子开大车，他把所谓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乃至于把这个所谓的11个司令部弄成8个。我觉得很简单讲，我们内行人都知道，因为我的实力不足以支撑我现在之前原本的前沿部署的所谓的战略，它的国力已经在衰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东升西降，实力撑不起，它继续维持这么庞大的舰队啊，海外的基地。所以其实不用讲那么多好听的话，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说，有关于我们看到了这位所谓的美国国务卿的胡克讲的这些话，突然间我又想到了，他有点像我们台湾之前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校正回归，有点累，还是说所谓的超买，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只是说重新校正，而非撤退。我坦白讲，就是以现在了解国际政治、军事、地缘政治部署的人都知道，美国确实撑不住。所以你如果回过头去看最新的 NSS， 就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简单的讲，他只把他的关注的区域关注在他美国本土西半球，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战略内缩。那台湾当然就是只剩下所谓的这种半导体乃至于航道的一个重要性。换言之，如果你仔细去看，其实美国的国力衰退是非常明显。可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里？它的优势报告，我要提醒大家，《孙子兵法》虽然他讲说20次每次都败，除非他有一种是欺敌，就说我真的很弱，希望你发动战争。但另外一种当然或许是真的。所以在看待所谓的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优势报告，我觉得要看内外两套仗，必须要讲啊。至于所谓的委内瑞拉的话，我觉得我简单讲啦，包含他们最近把所谓的马查多还被了瑞典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所谓人家的圣火都没有要迎接他。所以美国如果继续用所谓的杀鸡用牛刀去欺负委内瑞拉，更坐实了俄罗斯俄乌战争，不管是未来中国大陆乃至俄罗斯可以继续当流氓老大，因为美国自己就在干同样不入流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美国总统川普接下来要进行他的全国演讲，我们来看他要聚焦在哪部分哦，包含的是执政成果跟未来的政策。好，白宫发言人李威特也特别讲说啊，因为川普已经重返白宫执政11个月哦，所以马上就要谈到一些成果，还有未来3年计划推动的政策。好，国会山庄报也特别讲说啊，随着美国2026年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川普似乎正逐渐的把注意力转回到国内的议题。那确实，川普在第2任期，也就2.0期间哦，狂签行政命令啊，说有第221道的行政命令，然后自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啊，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他第1次的任期总和，凸显了行使行政权力的规模跟速度都相当的惊人。那法新社甚至还说啊，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数量之多，是2战以来闻所未闻哦，内容涵盖建立了新的关税壁垒，推动 AI 发展，对抗觉醒文化，到规范联邦建筑的风格等等哦，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好，那白宫的幕僚长啊，甚至也爆料说，川普的核心圈，那他讲谁呢？这个白宫幕僚长啊，叫做威尔斯，他其实啊，对于川普的核心圈啊，说了一系列坦率但不乏批评意味的评论。他先说啊，马斯克是公开的氯胺酮使用者。好，这氯胺酮啊，也就是说啊，他的举止非常的断片啊，就是有一点点在使用这个止痛药，非常的过量的概念。好，副总统范斯啊，则是被贴上阴谋论者的标签。那预算主管沃特是个右翼绝对狂热分子，甚至说川普有酒鬼的个性。好，所以大家想说，哇，他怎么敢讲这些话？会不会回去被川普骂？好，那也看到路透的民调有显示说啊，最近川普的支持率开始下滑了，是本届任期以来的最新低点。那只有33%的美国成年人是认同他处理美国经济的方式。那这个议题它是最低支持率，那总支持率是39%，经济的表现非常的不好。但川普也很积极啊，我要部署科技哦，所以他们现在科技部也拟定了联邦至上的战略，想要确保的就是美国在 AI 的领导地位，那挂钩的就是 AI 军备竞赛的思维。但问题就是啊，现在啊，美国也有很多的部分进展是不如预期，像是9月川普才访问英国嘛，跟英国达成了量子电脑啊、人工智慧等等的科技合作协议，就上周就被美国冻结了哦。英国官员也证实说，美国在上周暂停了这个协议。好，那中国现在也有一些 paper 哦，有一些这个部分王牌也要使出来了，也就是金刚石的管制范围要向下延伸。那首次将终端材料跟制品纳入，那金刚石哦更是被大量广泛运用在工业，也是高精密制造跟半导体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好，所以现在呢，这个美方的一些 AI 的人才，像是苏姿丰苏妈哦，他现在也要到中国大陆这边去，就是联想集团的北京总部要进行访问。好，那我们要看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一些技术成果。那这是他今年第2次访中，所以媒体认为哦，他其实就凸显了 AMD 的全球营运布局当中哦，中国的战略其实还是最优先的。那美中的 AI 竞速哦是非常快。好，专家认为未来3年中国大陆晶片的技术应该会弯道开车。那甚至哦 Nature 的最新社论也发出了震撼警告，认为 AI 可能会毁灭人类。那中国在引领全球应对这场危机，所以其他国家都必须要加入。那中国提出的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哦，可能是阻止 AI 毁灭的一个唯一希望。那美国等国家的不作为，就会使得全球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当中。好，那我们关心到了现在美国的局势，我们一样先问介大使。对，美国现在事实上的话，最主要川普的民调一直往下掉，是，这个原因基本上还是经济的原因。因为这个通膨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物价上涨啊，现在影响到所有方方面面的这个美国人，所以川普上任也快1年了，这个老百姓对于他的这个容忍度啊，也差不多啊，给他的蜜月期也差不多快到了。即使是他的 MAGA 支持者，如果说这个生活没有办法改善，物价越来越贵，钱包越来越薄的话，很难支持他了。而川普寄望的几件事也没有发生。
川普说油价搞不好降到30块一 gallon 啊，40块一 gallon 啊，不都解决了吗？可是油价还是在60几啊，没有降下来。所以川普期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另外，他的贸易战也没打胜。第一个，他跟中国大陆，他明白讲了，他自己的这个主要首要幕僚，在关税战首要幕僚贝森特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休兵1年啊，休兵1年，也就是说，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美国是没有占到任何好处。所以最近他的这些身边的人都出来接受记者访问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幕僚长哈，这个 Willis 女士她讲的这个，她是用这个alcoholic personality 啊。其实你要翻成什么酒鬼的这种人格啊，这些部分有一点点没有掌握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他讲他有这种性格 ，personality alcoholic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好像喝醉一样，你就是非常执着，你就是在做这件事，你把别的都忘掉了，然后会不断的把这件事就是说不断的深入，然后就跟是负面解读。这个你用 alcoholic personality， 那个绝对是对用这个酒鬼性格来讲绝对是错误的解读。当然，你要知道现在要黑川普的人非常多。那一看你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alcoholic personality 见猎欣喜，就开始大做文章。可是我觉得就是以他跟川普的关系，他其实是要帮川普解套的，也就是川普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全力以赴，他在执着一件事，他不太会别的事情分神，那是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这种感觉啦。而且就是说，他也真正的乐于其中，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可是这个解释方法，我觉得就是应该是都是自由，这就是说，川普讨厌的媒体就故意抓到这个机会就开始大做文章。那美国的经济事实上，从长远来讲的话，我自己认为，我们就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讲，美国经济不会好，因为我认为美国有所谓的这个移民经济，美国的基层的这种移民的这种不照最低工资领钱的这些蓝领做黑手的，很多都是非法移民，你把它拿掉以后，谁来取代？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不好意思讲，其实美国有很强的叫移民经济那这些人扮演也是一定角色，你都把他认为都是些杀人犯，都是吸毒者，都是什么最坏的人的话，那个是有一点以偏概全。可是现在就变成一竿子打翻一艘船。那美国的很多这些农场南方的这些农业带，他们需要季节性的移民来帮他们成熟的时候摘果子去收这个蔬菜你现在怎么办？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的高端经济也是靠移民，靠哪里的移民？靠亚洲的移民，中国大陆的这个清华、北大，很多毕业生都在美国为什么矽谷有这么多亚洲人，这么多中国人？很多都是高端的移民去的。可是现在他高端移民他也要切，或者所以对于这种高端移民，你比如说你要那种 H1B 签证，他要你$10万所以美国的企业都在抗议。所以它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尤其人力资源的供应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管是最低端的到最高端的，你要经济里面人的因素很重要。你光把人的没有处理好的话，你经济就很难改善。好，文琦哥怎么看？简单讲，我觉得我对于川普现在要发表这个演讲，其实我有点期待当然我觉得他不错的是，他没有讲到有一个姓赖的领导者，他要讲8年，人家是讲他任内的这一点，大概我觉得是川普赢他非常多的一个地方。但回过头来，我们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回到国内议题？其实一个非常明显，我刚刚已经提到，美国的状况一直不佳。记不记得我们的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宣言？他说他打了7个战争，他想要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就最近泰国跟柬埔寨又打得稀里糊涂的，还有加上俄乌战争，甚至都没解决。对他来讲，他外面也搞不好，里面也搞不定的状况下，所以他现在只能够把关注的焦点回到国内，因为接下来就是参众两院的所谓的期中选举，决定他会不会跛脚。所以对他来讲，内外都做不好的状况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干脆先保住我的一个政权。所以回过头来，你讲说有关于看到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坦白讲，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三权分立的状况下做一个很认真的对待，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想要实现他类似关税帝君的手法，他只剩下这些手段，发行政命令去做。就后来
我们看到最近的状况，不管是所谓的联邦法院啊、地方法院，对于他很多的有关于关税，为什么不断的在掣肘他，或是说他违法？所以我觉得川普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对于所谓的威尔斯，我觉得某个角度或许啦，我觉得他讲出了戳破了国王的心意。川普这种个性的性质，我觉得会造成美国持续的衰败。因为我们如果来看所谓的科技战。我姑且不论说它的整体的民调39、33，坦白讲，我还都觉得略高。因为对于我们了解 AI 科技的人，最重要的资源是在哪？除了我们看到的所谓什么刚刚提到的金刚石啦那些，其实最重要就是人才。人力的资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大陆在41项的全工业领域啊，所谓的 STEM 人才的培育，为什么遥遥领先美国？美国有可能是黄仁勋讲会被超车。那就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不管是 H1B 的签证10万美金，中国大陆为了吸引这些高端的人才，人家多么用心用了所谓的 K 签证，希望把所有的人的吸纳，所以你才会看到苏姿丰、黄仁勋。我坦白讲，这些人嗅觉最敏锐啊，因为身体很诚实啊，哪里有钱赚，哪里的基础设施好，哪里的电力够，所以对于苏姿丰跟黄仁勋来讲，人家为什么会去到那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思考一下。回过头我们来讲。为什么最近他39、33？各位来，我们来请导播 take 一下。我们最近发生美国 MAGA， 川普支持的群众为什么都支持不下去？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导演叫雷纳，也就是拍了很多的电影的人。结果你看到我们川普的人格特质，修理了这个雷纳，连美国川普的支持者自己都看不下去。至于川普，刚刚我们提到美国、英国的合作协议、繁荣科技协议，对于一个不重然诺的美国总统，你认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会相信他？所以你看到最近，包含泰国说：“我没有跟川普讲好什么，我还是要继续打柬埔寨。”因此，我觉得川普必须要反省自宫，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好事。好，舰长，我们常常以这个民主政治自豪啊，那但是呢，民主只有一天，就是投票那一天。投票之后呢，领导人就开始那个予取予求，然后什么都干，那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我们大家都专注的是什么？专注的就是刚刚文琦哥所讨论的有关于民调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他追求的专注的，也就是下一次的选举啊。那然后也因为如此，就开始短线操作。我们看到的高市早苗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泽伦斯基。不是也是如此吗？就开始说鼓吹说我们可以加入那个北约，可以收回那个之前失去的省份，不就是这样吗？那但是人走了，茶就凉了。那这个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啊！可是如果我们相对应，我们常常讲到说集体领导的部分呢，集体领导，因为他每个人都要负责，然后实际上他专注的也就是国家未来的发展。那如果我们看到川普的那个民调，我们就会看到他现在实际上来讲只到39%，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路透社的这个民调，39%对应他之前最低的这个时候。38%只差一点点但是之前呢也没高到哪里去。